苹果戒指绝对是你应该期待的产品。回到苹果店，那苹果目前在穿戴式的装置市场里面，绝对是有最大的市占率。那你会随时了解市场的动向，看其他的厂商在干嘛，不会轻易的被他们抢掉市场。那目前就有这个新闻指出，苹果不止在 AirPods、苹果眼镜，那甚至和这个取代苹果手表的装置都已经在进行开发当中。这些绝对都不是猜想出来的。那除了彭博社有他们准确的消息来源报道之外，我们再去检视苹果过往的专利的申请里面，我们都会知道这些产品出现的可能性不低，都是有凭有据。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新闻。那一样，我们先讲新闻，那后半部我会再讲我的看法，但最重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这些爆料消息呢，不会有任何准确的上市时间，正式的产品细节以苹果的发表会还有官方的新闻稿为主。大家知道吗？苹果其实正式进入这个穿戴式的装置市场是从 Apple Watch 开始，到今年呢已经过了10个年头了，真的很难想象过了那么久。那我记得苹果发表 Apple Watch 的当下，我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里面一起看了，我们一起猜测说，它到底价格可能会是多少？那我们今天就已经要讨论到这个可能取代 Apple Watch 的一个新世代产品。对，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苹果戒指。那其实这个智慧型穿戴的戒指在市场上已经存在，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而且它也不是不实用的产品。那很多用过目前已经在发售的这个 Oura Ring 的人来讲，他们都有分享说，不管它在健康侦测上面的准确度，或是实际使用上非常多功能里面，其实是完全不输给智慧型手表。那像是走路的步数、跑步的路线、睡眠侦测、血氧侦测、心率侦测，在上面都已经办得到。那进而这些数据可以去分析你一天的压力，这也显示这项技术其实是成熟的。那三星呢，其实也在今年发表会上面预告他们即将推出的 Galaxy Ring。近年来，苹果和三星有非常多的产品上面有点互别苗头的意味。那我们往后看去检视回来，其实蛮多这种试验性质的产品都会是三星首先推出。就只一个最近代这个折叠机来讲，还有把 AI 功能放在手机上面。那除了以上这些呢，还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说苹果真的有在开发这项商品？那其实在一个专门研究苹果专利的网站上面，上面就有非常多的消息指出苹果关于这个 Apple Ring 的专利。那这当然有非常多不同篇的这个专利，可是最远的已经将近10年前左右。关于这个苹果戒指里面的结构啊，他们想使用的技术设计啊、健康侦测、充电方式、按压的感应侦测，还有它的震动，甚至手势操作，还有这些功能性，其实在里面都已经有透露，所以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证据。那所以这项产品，我们在看这10年前的专利，慢慢到了今天，市面上已经有非常多成熟的产品，看来其实苹果推出这项产品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一些分析，为什么我认为这一项产品有非常高的必要性存在。那首先我们现在来讲上面的功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智慧戒指目前在市面上已经贩售这些功能性。那有在用 Apple Watch 的人都知道，基本上很多重要的功能都已经在这个戒指上面。那其实广大使用智慧型手表的人，他们很多人最在意的会觉得说有一直佩戴着它的必要性，就它健康侦测啊、跌倒侦测啊、车祸侦测这些等等功能。那其实现实上的数据也显示啊，即使到了今天智慧型手表上面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网络，你可以不用强制跟手机去配对才能进行联网，甚至打电话这些等等。其实在这个情况下，还是非常多人在买了智慧型手表之后，还是会随身带着他们的手机，因为现在有太多事情其实是手表上面办不到。那你说10年前、10几年前这些智慧型穿戴装置发表的时候，其实当时手机可用到的这些程度也不比今天。那可能在10几年前呢，大家觉得说，手机上的功能还算一些比较阳春的功能，那可能以后手表啊它的速度什么都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或许某方面可以取代手机。但10年过去嘛，手机的这个实用性、功能性甚至娱乐性也是大幅的成长，所以这样时间一拉长，让智慧型手表变得有点在一个尴尬的处境。你要多买一个装置，你要多佩戴一个装置，你想要那些健康侦测，那至于它的萤幕上面，可能真的除了看看时间跟通知啊，真的需要用这个萤幕操作什么，这个机会也不太多，或是必要性也不一定在。那你要带着它去做睡眠侦测的时候，也不太舒服。那另外呢，苹果手表上面还有一个大家诟病很久的问题，就在它的续航力。那其实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之后苹果手表我们讲一般的版本，它还是必须要2天一充。那如果你使用稍微多一点点的话，1天一充都是必要的。那有一些比较重度苹果手表的使用者啦，我觉得他们可能很多运动上面的依赖啊，数据上面的依赖，就是真的有很多时间都在使用苹果手表里面很多功能的人。那你说这个1天一充，或许他们某些程度上可以忍受，或者说可以去为了它带的这些功能方便性去做这样的交换。但是对于其他更广大的这些轻度使用者来讲，如果只是为了方便偶尔看一下通知、看个时间，或者做健康侦测的话，为了这个东西
有点续航焦虑，好像不太值得。那这也是为什么每一年在苹果手表影片里面，下面都会有人留言，等这个东西到可以1个礼拜一充，或是2个礼拜一充的时候我再来买。对比现在这个智慧型戒指来讲，他们目前的续航力就是大约5-6天到7天一充就好。那但也是因为它不用萤幕，它不用繁重的作业系统在上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个智慧健康侦测装置。那你没事也没有办法去玩它，但是它就可以一样提供给你一天必要的这些健康侦测数据。那睡眠侦测时呢，在手上它的不适感也不会这么明显。所以我觉得以上的这些优势呢，对很多现在佩戴智慧型手表这些轻度使用者来说，其实都是蛮有吸引力的。另外我们可以再讲一些延伸性的功能，或者我们可以先从苹果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产品，为什么我觉得推出这项产品对他们而言是有意义存在。那我们刚刚上述讲它现在目前所可以达到包含的这些功能然后同时又看到现在的竞争对手也即将要加入这个市场，那我们势必可以想到即使你非常乐观的认为它目前不会侵蚀掉 Apple Watch 的市场，但是你不能否认它正在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那它可能更可以去触及到本身现在可能因为智慧型手表的一些劣势而不愿意去购买的族群。那再来加上它功能性也会不断增加。那如果它可以取代多数智慧型手表这些通知功能健康侦测功能，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未来你说要影响到苹果手表市场，我觉得可能性是超级大。那以苹果来说，它当然也不会因为要推出智慧型戒指后而去放弃掉苹果手表这个市场，两者它是可以并行，可以同时拥有。那同时让不同的族群去选择哪一个更适合你。那对苹果而言，它就是开发出另外一个市场，那同时也不用担心其他人的侵蚀。那以商业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对苹果生态链的建构其实更有帮助性，也可以再次扩大他们穿戴式智慧装置的生态圈。那再来我们从专利它里面提到这些功能看起来，你说排除那些健康侦测功能，那像是我们先看到操作的地方，它里面有提到的这个触控Force Touch 压力触控感测，那手势操作甚至像是陀螺仪等等，它可以侦测你手部精确的位置。那这些完全都可以跟现在这个 Apple Vision Pro 做一个完美的搭配。你在佩戴它的时候，想要更精准判断你手指手部的位置，甚至你双指点击的这个敏感度跟方位。那甚至如果你要用这个智慧型戒指上面一些触控其他功能来解锁更多的操作方式，都是有可能。未来如果 Apple Vision 他们发展出一个更轻量化的形态，那也能借由跟手指或手表上面的串联，减少本身要在上面配备的硬体。那我们再来讲远一点啦，像是苹果汽车来讲，一样可以和你的戒指配对去解锁你的车门，或者可以搭配手势操作里面的车机系统。那甚至我们现在可能预想苹果汽车里面会有非常多 AR 的这些元素在里面，如果再搭配这个精准的智慧型戒指做一些准度非常高的操控的话，那这些生态链里面产品结合起来，真的是一般车厂很难达到的境界。那这个还不止就以跟现在现有生态系里面的整体搭配起来，我觉得这个怎么想起来都是超级合理。那所以以上讲到这些功能性上面真正的应用或者它可能取代现今苹果手表一些上面健康侦测的功能，那这些都只是我才刚看到这个产品可能性，我初步去想出来的一些用法。那我觉得以一个 Apple Watch 使用者来讲，说真的我也不排斥有这样的装置戴在身上，或者说它可能未来可以去取代苹果手表，那我甚至可能会更偏好这种类型的产品，所以也让我很期待。那同时也相信苹果会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当然以上都是我比较主观的看法，不是绝对啦。那未来会怎么样也是我们慢慢来验证但是我觉得这个频道我们最喜欢的地方还是希望听到大家的想法是什么，你们可能有认同有不认同的，我们都希望听到大家自己提出自己的分析跟判断。那可能也会有很多在业界的观众会提出一些不一样的看法，那我觉得这些讨论都非常有意义。那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的想法，或者你们对 Apple Ring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看法，那或是有使用过这类产品的有什么使用经验，都欢迎在下面一起留言。OK，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刘，我们下次见，拜。